马上要上来的是正宗的，下面一个上场的鸡排哥。我告诉大家，人家见过大场面，面对过比这更多的人，但是之前的时候，他面对的都是流着口水的。今天大家不用流口水，笑就行。掌声欢迎正宗的鸡排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景德镇鸡排哥。哇，今天的场面有点炸，炸到我无法想象。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上综艺，请相信今天的这种小场面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心里有数，一切尽在掌控。我只需要说完你的，说你的，说完你的，说你的。好，那我开始吐槽了。对，就是这么快。我需要的就是速度，我没有时间的，你们理解一下。我4点半以后不接散客的。我先说我认识的吧，机器人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最开始认识您的时候呢，您还在送餐和扫地。再次见到你，你都已经上春晚了，兄弟。其实我跟你算半个同行，因为我每天搞的都是人机交付。好，我认识的说完了。刘根峰老师，马上就是你的了，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让你等了。刘根峰老师真的很喜欢您哦，听说你腹肌8块，哇，太贵了吧？我只要6块，比你便宜2块，学生还只需要5块呢。傅兰老师，您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，非常的喜欢您哦。听说您的专场草台班子正在全国巡演当中，巧了，我的专场鸡排摊子也正在全国巡账。一起，希望你给我一次为您服务的机会哦。让我们一起炸翻全国！宋小宝老师，太喜欢您了，看到你我眼前一黑。我很早就看过您的小品，如果今天吐你吐不到位，我是无法原谅我自己的。现在还是那么的喜欢您哦，我的后厨都挂着一张您的照片，当做色卡，不对，应该是色卡，提醒我该放油了。你炸糊了。早安老师，很喜欢您，你的名字里面充满了良好的祝愿，可惜我每天都是下午才出摊呐。我要带着我的鸡排，我的鸡柳，带上我的塑料袋，在鸡排摊上摆造型，从5中摆到南少林。早安老师，还我，你可以拒绝我的 flow， 但是请你不要拒绝我的鸡排哟。小齐同学，中专生，你买鸡排5块。怎么就你有特价？我也是，1人5块。范志毅老师，哇，这个嘉宾有点大哦，请原谅我，这个嘉宾大到无法想象。
很喜欢您，真的，我是您的铁杆球迷。您是范大将军，而我只是个小范。你踢球是好拼的，你是我心中真正的拼好饭。杨迪老师，很喜欢您哦。谢谢。感谢您刚才有模仿到我的。听说你曾经买鸡排空运到长沙，怎么能空运呢？鸡排要趁热吃，你懂不懂？如果你买我的鸡排凉了而影响口感，我将会停止对你的售卖。好了，现在最后一个段子了，可能梗会稍微的小一点点，但是我保证的是酥脆度一定是相同的。很感谢大家，是大家的关注给了我这阵风。现在想吃鸡排的风已经吹到了我们的主咖。谢谢你们了，爱你们了。你们都是最棒的。岗位没有高低，每个岗位都值得尊重。各位老师，有的是文艺岗，有的是体育岗，有的是教学岗，我干的是餐饮，只不过就是一个掌勺的嘛，但是我也将会站好我的掌勺岗。掌勺岗，要这么突然吗？最后对各位老师送上我衷心的良好祝愿，希望各位老师的事业就像我炸的鸡排一样，保持热度，永不掉粉，既不会浮也不会凉。谢谢大家了，我是景德镇鸡排哥，我的油温到了，我要回去炸鸡排了。掌勺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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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掌勺岗，无言以对。鸡排哥，很喜欢你哦，我真的很喜欢您呢。真的再次掌声送给鸡排哥，这是他第一次上综艺，我觉得有着超好的表现。Hello， 鸡排哥你好。嗨，你好。哇塞，终于见到本尊了。我之前还模仿过你，做完你的做你的，做完你的做你的。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被你服务的机会。没问题，美味即将到来。好鲜的味道啊！里面加了什么啊？看，是海天蚝油。如果不用海天蚝油对鸡排进行腌制，我将停止对你的售卖。这个就是你美味的秘诀吧？是的，我的操作非常丝滑，海天蚝油也非常鲜美，腌制出来的鸡排又香又嫩的。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哇，好香！鸡排哥，可不可以多帮我再炸500份，我带回四川？这种场面，那我就控制不了了。怎么控？300份，300份可不可以？200份，200份，鸡排哥，来吧，现在我来掌勺。豪门正统，在海天原汁好肉熬出鲜，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马上要上场的毛豆。节目录到最后一期了，毛豆来了。很显然，前面的主题他毫无兴趣。今天有鸡排哥，绝不容错过。掌声欢迎毛豆。大家好，我是毛豆。习惯这个词儿呢。非常开心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。哎呀，我成天在家看，最后一期终于想起我了，也没拿我当朋友，真的。
我在家是夜里流泪，白天擦，做梦都想来主咖似的。这节目你其实看阵容，你分不清到底谁是主咖，但是你要10期节目都看了，你就知道小齐是主咖。铁打的小齐，流水的朋友啊。第一个流水的朋友是宝哥宋小宝，宝哥去年爆改成王嘉尔啊，翻唱了一首叫《巴比龙》，身边一圈那个伴舞的全是1.8米以上的帅哥，宝哥站在中间，舞台上是一个凹字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站中间，哎，你看那几个人在踩他。宝哥这个气质唱那个哎，你感觉后边就应该接那个哎呦。巴比龙啊，王嘉尔表达的是我破茧成蝶，宝哥表达的是我是那个破茧。宝哥这2年出来的比较少了，他采访说他不明白录那么多综艺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。对呀，杨迪老师，你帮我问问徐志胜呗，到底有什么用啊？他也不给我。杨迪老师出道的时候叫表情帝，你知道吧？朗弹琴厉害，说是被上苍亲吻过的双手；周深是被上苍亲吻过的嗓音。表情帝，上苍是舔过你脸吗？杨迪老师1年有340多天录节目，108期26档节目啊，真的。你好星期六，人家是好六团，他是好六邮递员。王牌对王牌，人家是王牌家族，他是什么王牌好友。他就像可乐，你没有人专门点的，什么套餐都有的。他经常说一睁眼不知道自己在干啥。我1年啥活没有，我就在家待着，我一睁眼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啥。我跟杨洁老师录过一次综艺，他太专业了，他那个情绪反应特别的大。导演说你们就表达这个饺子好吃就行，他吃一口好好吃啊，他就吃了一个，我给你一盘都吃了，镜头一下没拍我。我表达的才是好好吃啊！我在那个节目里讲了一个我家的事儿，杨迪老师是真的吗？我第一次听这种事儿，那是我第2次补录啊，加上彩排我讲了3遍，他比第一次听还惊讶，他惊讶的我都惊讶了。我说是真的吗？是真的是第一次听吗？专业，没办法。杨迪说他录的这么多综艺是因为他爱综艺，我也爱综艺，我们几个都爱综艺。刘畊宏要是节目找我，我可以说我爱减肥啊。最强大脑要是找我和小齐，我可以说我俩爱学习了呢。但是你要问我最爱什么，我最爱撒点小谎，反正我真的爱综艺。导演给我看我的那个结束那通告费，我都很惊讶。我说是真的吗？真的是给我的吗？导演说假的，这个是杨迪的，这个是。好，这个好好喝的。杨迪哥、宝哥们火了之后，家里人就都不用干活了嘛，都可以休息了。只有鸡排哥火了，全家都出去炸鸡排了，真的鸡排家族啊！而且听说鸡排哥今年要开始全国巡炸了，全国巡炸，上一个全国巡炸的还是包青天呢，这。刘畊宏老师最近有点像鸡排哥的鸡排，就是掉粉有点严重，就是有句话他让我删了，但是我偏要讲，我跟着他的视频一起练了很久，真的。刘教练说跳操可以改善抑郁症，这个我做证是真的。我只要一想到下午要跟他跳操，我就抑郁。我想算了吧，不跳了，一下就改善了。你现在提到《本草纲目》，第一个想起来就是刘畊宏，你甚至都想不到周杰伦啊，你甚至都想不到李时珍啊。他其实已经53岁了，他马上坐公交车就能免费了，他能坐那个老弱病残专座了。
但是我俩在一块儿，明显我更需要那个座。还有最后一个人，早安啊，最后一个人类哈，这玩意儿不算啊。我和小齐都非常喜欢麒麟，真的，从这儿就能看出来早安在我们圈子里的影响力，说唱的土壤都被他渗透了。在我们学校传唱度第一的就是麒麟，第二才是黑桃 A， 你知道吗？就一群钳工、焊工开挖掘机的，从武当造到南少林，从武当造到南少林。早安老师，你不能老想着南方基建工程，咱得振兴东北啊！下首歌你就从大连造到哈尔滨，咱就。他的歌太符合我们学校的气质了，让诗仙写断了笔，让先锋折断了戟。我一剑开天门，太帅了！这么帅的词儿，我上次听还是惊雷，这通天修为，天塌地陷紫金锤。当然，我真的，你这个歌要是重音改一改，还能更火着。你就让诗仙写断了笔，让先锋折断了戟，我乃亚生第一人，我一剑开天门。能进格莱美，我尽量。所以当我查资料查到早安是大学生的时候，我像知道乔峰是契丹人一样，真的，一瞬间有点天塌地陷紫金锤了。而且你看我虽然讲话也快，但是我用词少。早安的快嘴那个词儿，我要比你看到过的、听到过的那些所有花里胡哨加在一起还要顶。这是什么快嘴？这就是讲话絮叨。他跟我奶一样，你出门把那个裤子、袜子、鞋子、帽子出来厚点哈。就是多看点。他那个歌词特别适合给外国人练中文听力。请听题，我要比你看到过的、听到过的那些所有花里胡哨加在一起还要顶，请问他要比什么还顶？A 看到过的 ，B 听到过的 ，C 我要。其实早安早期的歌也有很温柔的，就是那种歌词有点听不懂，就一直重复。我问你什么是海，你问我海是什么；你问我什么是海，我问你海是什么。感觉俩傻子，特别像初中时候的我和我同桌。老师说昨天学到勾股定理，我说什么是勾股定理？他说勾股定理是什么？但是你要问我什么是海，我是海军。我告诉你，海洋是祖国的蓝色领土，是473万平方公里的自然宝库。同时我还是脱口秀演员，我还得告诉你，海市蜃楼。整个现场唯一能从武当造到南少林的，就是这个机器人的流水线了。其实场上所有嘉宾我都能理解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请不着嘉宾，他买了个嘉宾啊！很多人说机器人没有槽点，胡说，机器人没有槽点，它怎么充电？我感觉节目组在做测试，哎，今天这个要是能行，明年就不用我们了，明年就机器人吐槽机器人，吐槽的好的机器人在一块搞个比赛，叫机器人大会，上台就讲我的工厂倒闭了，我的原生工厂有问题呀。另一个就戴着墨镜说，我一出场摄像头就坏了，我看不见。冠军坐在那个最上面，说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机器人，我这。这真的宝哥、迪哥，你们不用笑。哎，万一能替代我们，马上就能替代你们综艺节目了。鸡排哥你也不用笑，到时候我们都得去炸鸡排去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高级厨师，我炸得好。谢谢大家的矛盾。哎，现在大家都挺会啊。你下去抱他一下是为什么呢？礼貌嘛，礼貌。好，再次感谢毛豆的表演，太棒了，真是憋坏了，憋坏了。到了第10期，真的不像话，才想到请人毛豆，这家伙这一肚子咣咣的输出啊，
马上就是被他输出的早安啊。